11月19号，美国商务部发出了一个征求意见，要求在1个月之内征求公众意见。那么有14类涉及到前沿科技的对中国的一个管制。下一步呢，就是基础技术的管制。那么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名单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法案的这么一个高度了。前段时间我们只看到芯片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整体涉及到技术工程所有前沿学科的一些限制。我们知道冷战结束以后，八统也就告一段落了。很快我们看到了一个瓦森纳协定，或者说叫瓦森纳安排，主要是针对军事方面。那么现在呢，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名单以及与美国产生贸易关系的国家，如果说违反了制裁协定，那么美国也会实行单边制裁。这样它其实已经绕过了瓦森纳协定，制定了一套新的规则，覆盖到所有前沿科技的领域，未来极有可能向基础科学领域进军了，算是。这一系列的安排体现出2点与以往是不太一样的。第一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内逐渐形成了单边优势。那么第二，他们利用自己贸易体的庞大，带动了其他国家，或者说用制裁的方式联动了其他西方国家，在技术上对中共进行一次大的封堵。刚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，我以为仅仅限于电子科技，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简单。我们知道半导体行业，美国的出口量相当大，中国的进口量也非常大。整个这个调整它需要一个过程，没有那么迅速。所以我们这次看到的所谓的限制，它仅仅是在前沿科学领域内，基础领域还要缓一缓，因为替代国正在协调，整体的替代要达到每年能够吞下2000多亿美金的这个进口量，估计还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应该不会太慢。迅速的话，可能也就是1-2年的时间。中国作为制造业的大国，或者说组装业的大国，外资的撤出，替代国的形成，这个流程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0年了。前2天我们看到了一个信息，就是台湾的鸿海集团预备在中国裁工34万人，它涉及到手机组装与它相关的上下游产业。我们知道它这次裁员其实意味着一大批相关的制造业正在撤出中国。越南、印度、马来西亚
甚至未来有可能在墨西哥，都会形成一大批正在茁壮成长的替代品。中国呢，不是所谓的2025的问题，它其实是整个产业链正在转移的过程一直是在进行的，只是因为它没有出现标志性的事件，所以我们没有特别拿它当回事。那么今年从中芯开始，是吧？晋华，一直到现在的14类高新科技技术的管制，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正在加速。未来1-2年内，一旦这个调整结束了，对峙将完全形成。